爱因斯坦曾说，当他拉奏莫扎特的音乐时，他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神的。若说贝多芬的音乐是描述人的命运，巴哈是敬拜神的伟大，那莫扎特很简单，他根本就是神的儿子。这该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外国人的名字都长到漏漏等，哎呦，反正多注册几个字不用多花钱啦。而莫扎特也不例外。莫扎特的全名是沃夫冈·阿马迪斯·莫扎特，请各位注意中间那个阿马迪斯。阿马迪斯 （Amadeus） 是从拉丁文直译过来，表示上帝宠爱的。很多人因此认为莫扎特是上帝的旷世杰作。想想，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在4岁时谱出第一首协奏曲，7岁写出第一首交响曲，12岁完成第一部歌剧。这要不是天才下凡，谁哪能在短暂的35年内写出600部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呢？不过神是公平的，虽然莫扎特贵为天之骄子，但却生得有点丑其实天才都不能太帅啦。莫扎特的眼睛有点凸，似乎患了凸眼线甲状腺肿。在电影《阿马迪斯》里，他还行为粗鄙，与人谈话全然就像个阿呆一样。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莫扎特还有一个魔音穿脑的谐笑声，能贯穿全场，久久不散。这些种种都让人跌破眼镜，原来神童竟然是这副德行啊！大家好，我是 Sherry， 欢迎来到我的音乐电影奇幻漂流。今天我就要和大家聊聊最受上帝宠爱的神童与他音乐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1984年，在奥斯卡金奖电影《阿马迪斯》中，莫扎特是被一个极负盛名的意大利作曲家萨里耶里所害死的。电影把萨里耶里描述成一个十分嫉妒莫扎特的奸臣作曲家，他外表对莫扎特掏心掏肺，暗中却百般阻扰神童的事业发展。即便看到莫扎特在晚年贫病交迫，萨先生还扮演黑衣使者，邀请莫扎特谱出安魂曲，让这首曲子成为压死莫扎特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萨里耶里这么讨厌莫扎特呢？其实除了嫉妒莫扎特的才华，萨里耶里更无法相信这位神童是多么的粗俗无礼又惹人厌。话说萨里耶里听闻莫扎特的才华已久，某天他潜入宫廷的一场音乐会，无料却撞见一对男女在茶室里嬉笑追逐，举止十分猥琐。没想到当乐团开始演奏，这位轻浮的年轻人站起来并冲进会场，开始正经八百的指挥。什么？这就是莫扎特？上帝怎么会选这样的人作为天才？萨里耶里不敢相信这会是上帝跟世人开的玩笑。当他汲汲营营的经营事业，为了获取音乐上的成功，他甚至在所不惜，向上帝承诺他什么都愿意做。不过其实这比较像是出卖灵魂给魔鬼哟。但莫扎特什么都不用做，却能写出浑然天成的旷世巨作。而这位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屁孩，甚至还在皇室面前羞辱了萨里耶里的作品，令他恨意尤深。然而，即便嫉妒莫扎特，萨里耶里还是不得不承认莫扎特是神的音乐之子。因为莫扎特乐谱中没有任何一个错音，也没有任何修改，莫扎特只是把脑海中的音乐写在纸上。莫扎特在音乐上的完美，让萨里耶里见证到上帝的伟大，却也憎恨上帝讥笑他的平庸。神啊，我谴责你！从此开启一连串谋杀莫扎特的动机。阿马迪斯彻头彻尾、完完全全地营进在莫扎特的音乐中，编剧几乎跟随莫扎特在维也纳的作曲时间以及剧情的发展，天衣无缝地排列出莫扎特最重要的曲目。从《后宫诱逃》到第20号降低小调钢琴协奏曲、A 大调竖琴协奏曲、唐乔凡尼、费加洛婚礼、魔笛、
C 大调长笛及竖琴协奏曲、G 大调长笛协奏曲、第21号 C 大调钢琴协奏曲，一直到结局在重病的莫扎特由萨利耶里协助下写出的安魂曲。所有曲目的安排都是更进一步推升剧情，直到高潮结束。甚至两个男主角演到浑然忘我，竟在写下安魂曲的对手戏中脱稿演出。他们即兴用精湛的演技还原了莫扎特安魂曲的当下，在配乐与台词的剪辑一搭一唱，让观众身临其境，看到莫扎特死前创作的模样。Do you have it? Yes, I think so. 我想阿玛迪斯之所以能够变成世界100大经典影片，音乐的配乐处理占有很大的分量。阿玛迪斯也是我个人最喜爱的5部电影之一，因为从任何角度，不管是剧情、演技、服装、设计、音乐，都百看不厌。这部片的剧情和音乐的设计，更是其他电影无法相比的。我曾经蒙眼演奏，也遭遇各种实验。其实这种事情只要花时间练习，就很容易办到。但作曲是完全别的问题，没有其他任何人像我这样为作曲花费长久的时间与庞大的思考力。只要是有名大师的作品，我都会仔细研究。作曲家是要有精神思考与好几小时的努力啊。改编真实故事的《远离非洲》在1986年荣获7座奥斯卡大奖，女作家也因此得到诺贝尔奖的提名。在一个看似浪漫难忘的爱情故事背后，电影其实探讨的是英国殖民文化、白人到非洲拓垦的艰辛、当地土著对移民者产生依恋的复杂情感，以及男尊女卑的社会氛围下女性的压抑。由女主角 Karen 在垂暮之年忆述自己年轻在非洲经历开场。第一句话 I had a farm in Africa， 我曾经在非洲有过一个庄园，成为本片最经典的名言，也是电影原声带片头曲的曲名。Karen 继续用苍老而迟缓的口吻提到自己，也想起了生命中最难忘的男人 Dennis。 他外出狩猎时总不忘带着留声机、3把来福枪、1个月的口粮和莫扎特。金奖配乐家 John Barry 和金奖导演 Sydney Pollack 初次见面时，导演给了他一大盒有关非洲音乐的袋子，有的是以前以非洲做背景的电影配乐，有的是纯非洲音乐。导演认为，只要 Barry 听过这些音乐素材，他就可以交出像样的配乐了。没想到 Barry 告诉 Pollack， 我们要拍的不是非洲冒险故事，我们拍的是爱情故事。再三考虑后，他们认为片中应该要添加更多西方人文极致的音乐。然而，谁的音乐能体现西方文化的极致，但又能符合非洲大自然的恬静孤寂呢？结果导演听了 Barry 的建议，选中了莫扎特。在600多首莫扎特的音乐中，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最后证明是最智慧的选择。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在戏内牵引着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也在戏外衬托非洲原始美的关键配乐。在戏内，莫扎特是男主角的最爱，对 Karen 的重要性自是不言可喻。在戏外，单簧管悠缓的吹奏，符合了女主角的思念心情，也吻合非洲日夜缓长的生活节奏，以及贪恋往日的心情。在远离非洲，莫扎特的音乐有4种推升剧情的用途。第一种用途是一解女主角的相思愁。首先 Karen 到非洲拓垦，她一个柔弱白人女性就这样走进了殖民新世界，跟当地语言文化不通的土著黑仆交流，还处处碰壁。而这些知识低落的黑工也不见得肯勤奋工作。Karen 唯有透过莫扎特的音符，才满足了往日重现的思乡情怀。
莫扎特在远离非洲的第二种用途是成为爱人之间的心灵密码。在电影中，男主角送了一台留声机给 Karen， 莫扎特因此成为他与 Dennis 之间不用言语的爱意传递。第三种的莫扎特用途是强化男女主角的关系。每当 Karen 忙完农务回家时，他会听见家里正播放着莫扎特的音乐，这时他就知道是 Dennis 又来访了。Look, they finally made a machine that's really useful. Listen. 莫扎特与远离非洲的第四种用途是表现出白人潜意识的优越感。话说某天 Dennis 突发奇想，要让猴子也听到莫扎特的美。Dennis 把留声机架在草原上，唱片一转，好奇心重的猴子们就一窝蜂围聚。想想看，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莫扎特。Dennis 这句话下意识地反映出白人优越感，而这也是导演想呈现的一个观点。白人占领侵略了非洲，不但改变了它的生态，也开化了黑人。而如今，连动物都要接受白人文化的洗礼。除了莫扎特竖笛协奏曲来描述无忧无虑的非洲大草原生活，本片的配乐家 John Barry 采用延绵不断的西方管弦乐写法来描述那遨游天地、无边无际的爱情故事。但关于这位金奖配乐大师 John Barry， 这又是另一集影片的故事了。莫扎特的音乐往往呈现出纯真天籁与一股与世无争的恬静风格，在电影中往往能制造反差或中和电影中的紧张气氛。而最好的例子便是《刺激1995》，堪称奥斯卡最大黑马的《刺激1995》非常励志。它讲述着一个冤狱的小人物 Andy， 在10几年的监狱体制中成功逃脱，获得自由。男主角是一个银行家，Andy 被控杀妻，含冤进入沙堡监狱。在狱中 ，Andy 和一开始看衰他的 Red 成为交心好朋友。20年的铁窗生涯 ，Andy 看尽监狱官僚的贪污、腐败与诡计圈套，让他体会到要还其清白之身，唯有逃狱一途。而主角的同伙好友与敌人反派，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电影借由这些角色，也反映出各种人性与行为。此片虽然没有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却是美国史上被票选为前100大。而在当年的 Blockbuster 录影带倒吃甘蔗，还曾是美国人最喜爱租片的电影呢。剧中唯一使用莫扎特的一幕，是当男主角把广播台的门锁住，将费加洛的婚礼中多么温和的西风的音量调至到最大，让女高音的歌喉传遍了全监狱。在院子里劳动的所有犯人顿时被音乐声凝住了，他们仰望着扩音机，虽然没有人听懂歌剧在唱什么，但是在那一刻，他们感受到无比的自由与快乐。就像男主角好友 Red 说的，直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懂那2个意大利女人在唱什么，有些事最好就是永远也别去揭穿它。我宁可想象他们2个是在歌颂某种美到无法用文字形容，让人为之心碎的东西。他们的歌声高飞过超越狱中所有人胆敢梦想的程度，就好像是只漂亮的小鸟飞进了我们这个拥挤的小牢笼里，让这些围墙四壁都化为乌有。就只有那么一瞬间，所有在沙堡监狱里的人都获得了自由。这个莫扎特场景是最令我感动的，每次重游这部电影，我都会看到感动落泪。直到今日，我还是会细细品味 Red 所说的话。是的，莫扎特的音乐灵魂是纯洁无罪的，它代表了自由，也如同爱因斯坦所说，莫扎特代表了上帝的存在。今天讨论的这3部电影，你觉得哪一部使用的莫扎特最能表现电影剧情的核心思想呢？莫扎特的天才是后天努力与时代环境造成的吗？他的疯癫无礼是刻意引人误解，还是他真的就是那么讨人厌呢？
若你还想知道更多关于莫扎特的故事，欢迎看我另外一部影片《你不可不知的7个莫扎特知识》，来了解这位上帝宠爱的音乐神童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